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内野盛行医生所著的《一天一杯大脑清洁汤》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大脑垃圾导致认知症的原因；第二，如何清理大脑垃圾；第三，如何制作大脑的清洁汤。首先是第一部分，大脑垃圾导致认知症的原因。关于认知症，大家可能会认为它是老年人的疾病，但实际上不论年龄多大，处于工作巅峰的人也有可能患上早发性认知症。所以，预防和早期诊断治疗对年轻人尤为重要。对于年轻人来说，发病可能会延迟，但一旦发病，症状通常已经严重恶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年轻人过于自信，认为自己还年轻，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认知症并不是突然发作的疾病，除了遗传性和特定的疾病引起的情况外，一般情况下是通过脑部积累对脑部产生负面影响的物质而导致的。本书将这种物质称为大脑垃圾。如果您还认为自己年轻没问题的话，我希望您能通过本书和我一起学习，从今天开始意识到不积累大脑垃圾的重要性。与许多其他疾病一样，认知症在早期阶段没有自觉症状，如果在未发病阶段采取正确的措施，就可以延缓疾病的进展。例如，最常见的认知症阿尔茨海默病，该病需要经过15到20年的时间，在脑部积累垃圾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尽早清理掉大脑的垃圾，并尽量保持不产生垃圾的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并推迟认知症的发生。接下来，让我来解释一下之前提到的大脑垃圾是什么。近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蛋白质。贝塔淀粉样蛋白被认为是导致脑细胞死亡和引发认知症的物质。阿尔茨海默病的原因就是由于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积累。因此，如何防止大脑积累这种物质，以及如何排出它的研究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坦福大学的希叶精治教授关于睡眠和贝塔淀粉样蛋白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表明，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贝塔淀粉样蛋白无法有效排出，进而增加患上认知症的风险。贝塔淀粉样蛋白是一种高毒性的蛋白质，可以导致脑神经细胞死亡。这种物质在脑中积累后，会形成类似于硬纸团的硬质纤维，它会附着在脑神经细胞周围，并积聚，导致大脑功能的下降。更可怕的是，它还会对负责记忆存储的海马和控制大脑高级功能的大脑皮质产生负面的影响。抑制免疫系统的作用，贝塔淀粉样蛋白很容易在大脑皮质中积聚，最终导致脑神经细胞的破坏和认知症的发生。发展认知症的人中有超过60%是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最初，海马区的脑神经细胞开始减少和萎缩，随着疾病的进展，萎缩会扩散到整个大脑，导致智力和认知功能的下降，甚至导致死亡。令人困扰的是，这种症状只在疾病已经相当进展时才会出现，而目前还没有针对它的治疗方法。目前唯一可行的是通过药物来控制病情的恶化。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积累需要约15到20年的时间，因此，如果将认知症发作年龄设定为70岁，那么应该从45岁开始采取措施来防止这种物质的积累。通过早期积极参与大脑清理的工作，至少可以推迟阿尔茨海默病的发作时间。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贝塔淀粉样蛋白在大脑中积累的情况呢？正如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睡眠不足是一个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营养素不足。促进这种物质排出的是食物中含有的营养素。实际上，研究结果也表明，改善饮食对于消除或减弱贝塔淀粉样蛋白具有一定的效果。改变饮食习惯可以使大脑变得更清洁，这不仅适用于大脑，也适用于构成您身体的其他部分。而且还有一点大家不能忘记，那就是单独摄取营养素并不能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营养素通过相互作用来支持彼此的功能。
才能发挥出它们本来的效力。例如，如果只是单独摄取维生素 C 这样的补充剂，但缺乏其他能帮助维生素 C 发挥作用的营养素，那么维生素 C 就无法发挥出预期的效果。在这一点上，天然食物中含有多种营养素，而且我们通常会使用多种食材来制作菜肴，因此可以获得多种营养素的协同效应。作者所提倡的理想饮食是3菜1汤，即主菜、2道配菜和汤。我希望大家能够尝试一下这个新的方法，它不是依靠药物或脑力训练，而是通过饮食来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营养。每天摄取能预防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发生并促进排出的营养素。当然，我知道每天做出符合这些要求的饮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作者推荐了一种简单易做的脑清理汤，只需混合含有所需营养素的多种食材。具体的食谱将在第3部分中详细介绍给大家。接下来是第2部分，如何清理大脑垃圾。近年来，大脑训练的热潮持续了一段时间，全世界涌现出了大量的书籍和游戏软件，而且销售火爆。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支持者，是因为人们相信通过进行大脑训练可以提升智力和认知功能。然而，让人失望的消息是，有研究数据表明，训练大脑游戏的效果缺乏科学依据。类似填字游戏和数独这样的大脑训练，并不能预防认知功能下降。对于清理大脑垃圾的方法而言，作者建议比大脑训练更重要的是通过活动来影响情绪和使用身体。实际上，作者在诊所接待疑似患有认知症的患者时，会给他们布置一些需要运用手部并涉及大脑的作业。例如，有一个患者是一个手巧的工匠，作者利用他的技巧，每个月让他做一件用折纸制作的作品，并带到诊所来。随着次数的增加，患者的症状逐渐好转，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制作作品，每个作品的完成度都很高。当作者称赞时，他显得非常高兴。像这样设定了某种目标的活动可以激活我们的大脑，因此，由于患者设定了每月提交作品的目标，他的大脑每天都会被激活。在2017年举行的关于大脑健康的国际会议上，有研究结果表明，在人生的后半段，为了促进大脑的功能，我们应该进行一些刺激性的活动，如演奏乐器、设计或进行园艺活动。还有一种绝妙的大脑清理方法——烹饪。烹饪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脑力训练，非常值得推荐。从准备食材到烹饪完成的过程，都需要让大脑全力运转，而且在制作的过程中会让人感到兴奋。如果是为了招待他人而做饭，那么摆盘和装饰等方面也会更加重要。如果能让对方因为您做的菜而感到美味而高兴，那你会非常开心。当然，即使是独自生活的人，如果能做出美味的菜肴，也会感到满足感，而且可以将自己做的菜肴的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上。这种伴随着情感的行动，对我们的大脑来说是非常好的刺激，比脑力训练更能激活我们的大脑。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些促进大脑清理的生活习惯。以下3个因素被认为是导致认知功能下降和患认知症风险增加的可能因素：1、饮食； 2、运动； 3、健康的生活习惯。关于饮食，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现在让我们详细讨论一下运动和生活习惯。首先，让我们从运动的重要性开始讲起。对于那些在工作中很少运动的人来说，他们患认知症的风险更高，而那些从事需要活动职业的人则相对较低。有氧运动对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排除非常有效。通过进行有氧运动，可以激活大脑神经细胞的多巴胺分泌，并增加分解酶的产生。此外，它还可以改善脑血流和淋巴的流动，有助于顺利排出贝塔淀粉样蛋白。为了预防认知功能的下降，从年轻时就养成运动的习惯非常重要。我们在家里可以进行简单而有效的运动，每天坚持轻负荷的运动就可以了。与间歇性高强度运动相比，每天进行较轻负荷的运动习惯
更有助于获得大脑清理的效果。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些书中提到的可以每天进行的负荷较轻的运动。首先是坐在椅子上进行的运动。一、摆臂。坐在椅子上，轻弯肘部，前后摆动手臂，持续几分钟，达到轻微出汗的程度，可以获得有氧运动的效果，并改善肩部血液循环。二、摇动身体。坐直后，左右脚各摇动1分钟，然后用双脚分别进行1分钟，最后摇动身体，并用双脚进行约1分钟。接下来是站立进行的运动。三、踏步。模仿相扑选手的踏步动作，这样就足够进行运动了。四点卷线轮，像卷钓鱼线一样将一只手绕圈，重点是让肩胛骨周围充分活动，这样可以有效改善血液循环。左右各进行1分钟。五脚尖站立，当做家务活时尽量站在脚尖上，这样可以改善小腿的血液循环。六、走在陌生的街道，也就是散步，走在平时不熟悉的街道上，欣赏周围的风景，感受香气，用无感意识的散步。这样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这些都是简单易行的锻炼方法，建议大家从自己能做的开始，完成大脑的清理锻炼。接下来，我想简单谈一下睡眠的重要性。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与其长时间睡眠，更重要的是要保证睡眠的质量。当然，对于大脑的健康也是一样的道理。注重睡眠质量可以预防认知功能的下降，有很多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例如，2019年，波士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就发表了与睡眠质量和大脑清洁有关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在深度睡眠的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脑脊液会产生缓慢的大波动，洗刷掉大脑中的垃圾。而且这些垃圾不仅仅是淀粉样蛋白，还有其他对大脑有害的物质也会被排出。提高睡眠质量的关键是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早上起床后接触到阳光，晚上天黑后尽早入睡。阳光照射到视网膜后会分泌觉醒激素，14到16小时后会分泌出促进睡意的褪黑激素，这样我们才会感到困倦。如果这个节律紊乱，深度睡眠和浅度睡眠会交替出现，睡眠的基本周期就会被打乱。只有浅度睡眠会导致大脑垃圾的积累，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睡眠时间太短或太长都容易导致大脑垃圾的积累。虽然存在个体的差异，但一般来说，7个小时的睡眠被认为是适当的，而少于7个小时的睡眠会使患认知症的风险增加1.6倍。鼾声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有人告诉您说您的鼾声很大，为了改善睡眠质量，预防记忆力和认知功能的下降，建议去睡眠门诊等专业机构就医。为了提高睡眠的质量，让我们从以下几点开始逐渐实施吧。一、睡觉的房间要保持完全黑暗。二、睡觉前不要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三、夏季室温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冬季保持在18摄氏度左右，湿度保持在50%到60%左右。四、就寝前2小时不要进食。五、洗澡时水温保持在38到40摄氏度左右。六、不要过量饮用含咖啡因的饮料或酒精。七、调整生活节奏。八、起床后立即接触阳光。接下来，我想简单谈一下与大脑密切相关的肠道。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2个大脑。当大脑疲劳时，肠道也会出现问题。反过来，如果肠道不顺畅，大脑也会感到疲劳。这是一个奇妙的相互关系。为了让大脑不容易积累淀粉样蛋白，保持肠道的健康非常重要。为了改善肠道的环境，下面我将给大家列举一些简单的方法。一、食用富含食物纤维的食物。二、不要挑食。三、缓解精神和身体的压力。四、调整生活节奏。五、不要过量食用肉类。六、摄入充足的水分。七、积极食用发酵食品。八、获得足够的睡眠时间。大家不需要一次性全部实施，从我们能做到的地方开始，逐渐养成习惯吧。由于前几年新冠病毒感染的蔓延，
人们都长时间尽量减少外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认知症的发病率可能会增加。在作者的诊所中，有多位年长患者由于无法前往医疗机构或接受服务，同时也减少了外出。他们在长时间没有看诊后，认知症症状明显加重，特别是独居的人，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原因可能是缺乏与他人的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日常与他人保持沟通，对于预防认知症和阻止症状恶化是非常有效的。虽然通过电话交谈或发送短信也是一种交流方式，但与直接见面进行面对面交流，并观察彼此表情和反应相比，直接与人交流是最有效的。这对大脑来说是最好的刺激，会自然地激活神经通路，促进血液循环。在交谈中，经常笑也对大脑非常重要，因为当认知症发展时，笑的次数会减少，大脑功能下降与笑容情感的减退有关。与家人直接交流当然也非常重要，但与那些生活环境与自己不同的人进行交谈，进行与家人不同的新鲜对话，比与特定的人进行相似对话更能有效地激活大脑。因此，旅行非常有效。在陌生的城市遇见陌生的人，进行交谈，欣赏陌生的风景，各种情感会涌动起来。制定旅行计划，思考该携带什么，进行准备等行为都会对大脑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远行，大脑中积累的垃圾也会一次性清理干净，头脑也会变得更清晰。接下来是第3部分，如何制作大脑的清洁汤。这个汤的制作非常简单，不需要刀具，只需要将材料混合揉搓，就可以很快完成大脑清洁汤的基础。您可以制作一些并冷冻保存，从而随时享用。现在让我们从材料来开始解释。大约可以制作8碗的材料如下：一个大番茄约200克，蒸熟的大豆50克，核桃50克，樱花虾10克，芝麻酱3大匙约18克，无油金枪鱼罐头2罐约140克，盐1小匙约6克，中浓酱油1大匙约6克，少许米油。这些就是所需的材料。还需要准备一个大一些的密封袋来揉搓材料。制作基础汤非常简单，只需要4个简单的步骤。第一步，用擦丝器擦碎番茄。第二步，将蒸熟的大豆和核桃放入密封袋中，揉搓核桃。第三步，将擦碎的番茄和其他材料放入密封袋中。第四步，揉搓混合材料，使其平整，然后冷冻保存。如果您对坚果的颗粒感到在意，可以使用杯子底部将其研磨得更细，将其保存在冰箱中，这样您就可以随时使用了。只需3个步骤就可以将基础汤变成大脑清洁汤。第一步，将冷冻保存的60克基础汤倒入碗中。第二步，倒入150毫升热水。第三步，加入少许米油。这个汤的有效食用方式是每天都要喝，至少要持续2周。不仅限于早餐、午餐和晚餐，也可以在饿了的时候喝，因为其中含有坚果和大豆等易饱腹的食材，所以会消除饥饿感。并且，如果将所有的配料都吃完，大脑清洁的效果会更好。这个基础汤中富含许多对大脑清洁有帮助的成分，例如番茄中的番茄红素和维生素，它们可以消除导致大脑衰老和垃圾堆积的活性氧自由基。蒸熟的大豆中含有磷脂丝氨酸，这种物质对大脑的活化非常重要，同时也含有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 E。核桃中含有 α 亚麻酸等优质油脂。樱花虾中的虾青素是一种富含蛋白质的抗氧化物质，对大脑活跃和身体运动至关重要。芝麻中的芝麻素可以支持活性氧的清除。此外，金枪鱼罐头中的 DHA、EPA 和维生素 B 群也非常出色，可以获得血液流畅的效果。像这样，一边享受美味的汤，一边进行大脑清洁，真可谓是一举两得。这个基础汤非常容易制作和保存，非常适合懒人，而且你还可以使用它来制作各种不同的菜肴。为了保持年轻和拥有健康的大脑，
除了质量良好的睡眠和与他人交流外，每天喝一杯大脑清洁汤也是非常重要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